第181章灵界见闻。正义小姐为什么看向自己？克莱恩非常清楚，了解莱尔乌斯事件的对方肯定以为自己和真实造物主明里暗里有许多争斗，掌握着相应的物品实属正常，数量甚至可能还不少。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他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而实际上，几次三番和真实造物主打交道的我也确实有符合描述的物品。克莱恩在心里喟叹了一声。帮不帮助小太阳对他来说不存在疑问，白银城所在的神奇之地有诸多怪物，能搜集到不少南北大陆已经相当稀少的非凡材料，而且他们的历史未曾中断，也没被哪位神灵哪个教会扭曲过，最直观的呈现着大灾变前的故事和秘密，里面蕴藏着不少价值极高的知识，无论是从塔罗会首领的立场出发，还是单纯的只考虑利益，不到完全没有希望，克莱恩都不打算放弃小太阳，放弃白银城。不过有的话语不适合愚者先生说。就在正义奥黛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笼罩于浓郁灰雾后的愚者先生时，一直沉默的世界开口了。我有一件蕴含着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的物品，它指的是密偶大师罗萨格遗留的全黑之眼。蕴含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的物品。倒吊人阿尔杰边思索边组织着语言，这或许能帮到太阳。那些思维和观点都已经被扭去的探索小队队员一旦感应到真实造物主的精神就在旁边，大概率会当场出现异变。世界望向太阳，嘶哑着笑了一声：小家伙，我可以把那件物品借给你，但你又能付出什么作为报酬呢？看见希望的太阳，戴里克脑子转得飞快，一下想起了前面聚会时的事情，连忙说道：我可以帮你搜集人皮幽影的特性，千面狩猎者的脑部异变垂体，千面狩猎者的血液之一，也会尝试着得到去除物品内失控者精神污染的办法。先获得哪个，就以它作为报酬。这里面人皮幽影相对更容易遇到，属于黑暗深处各种怪物里较为可怕的那种。而戴里克此时此刻考虑的不是价值是否等同的问题。虽然这一次被真实造物主污染的物品在平时明显不如他提出的那一个个条件，但于目前这种情况下，对方开什么样的高价，他都可能咬牙接受，所以还不如主动展现诚意。世界轻轻颔首，很好，我会请愚者先生帮忙，将它借给你。说话间，他具现出了全黑之眼的外形，并补充道：他相当于一位序列5的非凡者，如果你将他弄丢，必须做出补偿。还有，等这件事情一完结，立刻还给我。这就是克莱恩以愚者身份无法说出来的话语。堂堂一位神灵级的隐秘存在，如果开口闭口都是补偿和记得还我，那位格就从高空跌落到地面了。另外，克莱恩还考虑到了存在于将来的隐患。全黑之眼等物品属于他在现实世界里使用过的类型，要是他之后拉入了知晓此事的新成员，对方能从这点确认一些事情。所以夏洛克·莫里亚蒂等于世界明显比夏洛克·莫里亚蒂等于愚者要好很多，实力不匹配位格，就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愚者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见愚者先生没否定世界的请求，也未开口指出这个交易有问题。戴里克欣喜地松了口气，连忙答应了所有的要求。与此同时，正义奥黛丽也由衷地为小太阳感到高兴。倒吊人阿尔杰想了想，缓缓吐了口气，斟酌着对太阳说道：不要太乐观，具体怎么做必须把握好。首先是挑选时机，不能让自身陷入险境，最好只有一个探索小队队员在场，而白银城其他居民不少，或者他们都处在被关押被封印的状态里。你要提前用灵性之墙封闭那件物品所在的容器，不让人直接察觉，这样才能将事情的进展掌控在自己手里。另外，你还得考虑事后怎么隐藏那件物品的问题，不能让6人议事团发现它，否则你洗脱不了嫌疑。这么好骗的家伙要是死了，我就很难再得到神奇之地的情报和古老年代里的秘闻了。倒吊人不觉得自己提供帮助有什么问题，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太阳戴里克渐渐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并厘清了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谢谢你，倒吊人先生，谢谢你们。他诚恳地向塔罗会成员们表达了自己的感激，这让正义奥黛丽有一种做好事的满足感。太阳的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目睹了全部经过的魔术师福尔斯忽然有了想法，他撩了下微卷的长发道：我想知道学徒途径属于哪个家族，我愿意用灵界见闻其中一个章节做交换。这虽然被认为是狂想者的呓语，但根据我几次进出灵界的经历，
它里面有不少描述是真实的灵界见闻，就是安丽萨太太遗留给他的其中一本神秘学笔记，里面的内容逻辑混乱，荒诞不经，仅是阅读都会让人变得暴躁。但因种种缘由，身体3次进出灵界后，福尔斯发现这本笔记记录的也许不是一语灵界见闻。愚者克莱恩微微后靠，操纵世界抢在倒吊人回答前开口：我知道答案，并可以免费赠送你一些相应的消息。他很清楚，倒吊人也能回答魔术师的问题，有竞争就是不好，都要搭配赠品了。克莱恩默默腹诽了一句。好的，福尔斯一阵喜悦。他发现塔罗会确实比之前参加过的其他非凡者圈子要高端不少，许多困难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解答。这时，世界陈雅问了一句：你希望只自己一个人听到答案，还是所有人都可以？魔术师福尔斯考虑了几秒，出乎正义奥黛丽等人预料的说道：就这样讲吧，在他看来，自己问题的答案对别人几乎没什么帮助，让他们知道了也没关系。而要是世界先生有所遗漏，或描述的不够完整，刚好其他人又知道对应的内容，那自己就能用同样的灵界见闻章节寻求补完。他认为这更加重要。世界没什么惊讶，低哑着说道：在第4季，学徒途径被亚伯拉罕家族掌握着，后来流入了与他们长期联姻的塔马拉家族。在第5季，也就是当前纪元，灵智慧也有学徒和戏法大师魔药配方，被广泛认为与亚伯拉罕、塔马拉家族有关。当然，也有人怀疑灵智慧其实是魔女教派伪装的。考虑到魔术师小姐已经遇上了亚伯拉罕家族的成员，克莱恩又操纵世界补了一句：据说亚伯拉罕家族长期承受着血脉诅咒，不得不以分散居住的形式规避着危险血脉诅咒。魔术师福尔斯的眼睛瞬间睁大，想到了自己的际遇。安丽萨太太的丈夫属于亚伯拉罕家族，那位劳伦斯先生也属于亚伯拉罕家族，所以他才说只要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就不会被诅咒。但是我用了那串手链，他属于亚伯拉罕家族。福尔斯再次被后悔的情绪噬咬起心灵。倒吊人阿尔杰和正义奥黛丽也是第一次听说亚伯拉罕家族血脉诅咒的事情，各自有所联想，短暂无人开口。过了一阵，魔术师福尔斯深深吸了口气道：感谢你，世界先生，你解开了我心中最大的疑惑。灵界见闻的第1个章节，我将在结束聚会后抄录一份献祭给愚者先生。愚者先生，可以吗？魔术师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后裔，难怪他可以身体进出灵界，应该是拥有对应的神奇物品。倒吊人豁然望向了对方。福尔斯是亚伯拉罕家族的，他出生在能追溯至第4季的古老家族。正义奥黛丽仿佛在思考般地点了下头。得到愚者先生肯定的答复后，魔术师福尔斯放松了下来，求购起非凡材料食灵者的胃袋和深海枪鱼的血液。可惜太阳这段时间没有外出，也就没有收获。而倒吊人只是提了一句，深海枪鱼的血液有线索了。风卷者的魔药配方同样还无人获得。正义奥黛丽则为急着求购心理医生的配方，因为他即将加入心理炼金会。克莱恩本想将狼人非凡特性和生物毒素瓶之一卖掉，可考虑到后者与灵体状态的搭配程度，考虑到成员目前的财政状况，又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交易部分迅速结束，聚会来到了各自提供见闻的交流阶段。正义奥黛丽缓慢地环视了一圈，噙着浅笑道：上周在贝克兰德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案子，主角被称为侠盗黑皇帝。第182章，治安官非凡特性。黑皇帝正漫不经心听着正义小姐讲述的倒吊人突然抬头，目光都下意识变得锐利。他刚刚才知道，愚者先生手边那张牌是罗塞尔大帝制作的亵渎纸牌之一，牌名正是黑皇帝。这和愚者先生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倒吊人阿尔杰快速瞄了青铜长桌最上手一眼，旋即低下了脑袋。如果真是愚者先生的卷者做的，这件事情肯定不简单。阿尔杰认真地倾听起正义小姐后续的描述。早就从修那里知道这件事情并有所猜测的魔术师福尔斯也悄然打量了愚者先生一眼，想从这位隐秘存在的反应窥见事情的真相。可是浓郁灰雾中的愚者平静如同往常。同样没有收获的正义奥黛丽顿了顿，继续说道：遇害者是富豪卡平，许多传闻指认他是贝克兰德最大的人口贩子。侠盗黑皇帝潜入了他的别墅，夺走了他的生命，并解救了被关押在地牢里的众多无辜少女。卡平的尸体被发现时，
上面盖着一副塔罗牌，脸部是审判和皇帝。他没提保险柜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无关紧要。盖着塔罗牌，这是我们塔罗会的行动标识。等一下，人口贩子。倒吊人阿尔杰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词组，他若有所思地转向青铜长桌最上手，谦卑地询问道：愚者先生，卡平与殖民地奴隶失踪事件有关，后者是风暴教会下发给他的任务，他曾经锁定了一个叫做巴伦的嫌疑人，并请求在贝克兰德的正义、魔术师和世界帮忙留意。所以一听到人口贩子，阿尔杰就直觉地相信这与南大陆好些部落凭空蒸发，苏尼亚海诸多群岛上不少奴隶逃亡的现象存在一定的联系。他认为只有这种似乎藏着某些秘密的事情才能让愚者先生感兴趣，当然不排除是愚者先生的眷者自主完成的行动，他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等待安排，就像一个被操纵的人偶。倒吊人阿尔杰如是想到。卡平与最近一段时间内的殖民地奴隶失踪事件有关，仔细想想，不排除这个可能啊。他的别墅内足有4位非凡者，这本身就不正常。他这种富豪就算请得到非凡者做保镖，也顶多一个序列7加2个序列8或序列9的配置。当时那位赫拉斯算上神奇物品，相当于序列5的强者了。克莱恩被倒吊人的话语提醒，一下想到了很多，觉得事情隐隐约约能串起来。不过他无法肯定自己的猜测，只能直接跳过倒吊人的问题，轻笑一声道：我的眷者在这件事情里做了些微不足道的贡献。果然，正义奥黛丽眼眸晶亮的在心里欢呼了一声。果然，这是我在现实里遭遇的第一件与塔罗会相关的事情。魔术师福尔斯半是欣喜半是感叹。倒吊人阿尔杰则认为愚者先生的话语间接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卡平这个人口贩子绝对不简单，否则不至于让一位隐秘存在的眷者出手。而不简单的人口贩子与不简单的奴隶失踪事件大概率有某种关联。不等正义小姐开口，愚者克莱恩手指轻敲古老长桌的边缘，语气悠然地补充道：他在这件事情里收获了2位非凡者的遗留特性，希望能尽快卖出去。那2份遗留特性，一个对应序列8的治安官，一个对应序列7的审讯者。治安官、审讯者，这不是奥古斯都家族掌握的仲裁人途径吗？只有王室成员、古老贵族和军方才有可能获得。卡平的背后是他们之一，不排除费内波特王国卡斯蒂亚家族的可能。倒吊人阿尔杰微皱眉头，愈发觉得奴隶失踪事件不那么简单。正义奥黛丽的想法和他差不多，完全没想到卡平别墅内的非凡者竟然是仲裁人途径的，掌握相应配方的势力不可能和卡平这个人口贩子勾结在一起啊。奥黛丽微抿嘴唇，又疑惑又迷茫。治安官、魔术师福尔斯知道好友修在为这个序列积攒魔药材料费用，忙坐直身体，不解地问道：愚者先生，什么是非凡者的遗留特性？这和我预料的反应不一样啊，不是应该直接问多少金镑吗？也是，我好像没和魔术师小姐说过非凡特性守恒和不灭定律。克莱恩略微愣了一下，旋即斟酌起了语气。而就在这个时候，正义奥黛丽主动开口道：愚者先生，我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吗？相应的报酬由他直接给您。他和福尔斯是朋友，因为担心愚者先生不肯再分享那方面的知识，所以自告奋勇。没问题，克莱恩微笑回应道。正义小姐总是能急我所急啊。他在心里感慨了一句。呼，正义奥黛丽无声舒了口气，转而面对福尔斯，故意没用贵族发音和专有词语道：你想知道答案吗？你愿意付出什么作为报酬？魔术师福尔斯毫不犹豫就点头道：当然。他望向被灰雾笼罩着的人影，恭敬地询问道：愚者先生，我可以用灵界见闻的另外章节做报酬吗？他专门强调了另外，是因为他知道给世界先生的灵界见闻章节必须先献祭给愚者先生，而能随时浏览的知识似乎不具备交易的价值。这不是说他怀疑愚者先生这种神灵级的大人物会偷看，只是觉得换一个章节更显诚意。某些时候，大人物在意的仅仅是你的态度。福尔斯从不少小说里看过类似的话语。靠住椅背的克莱恩用不甚在意的口吻回应道：可以，谢谢您。愚者先生。魔术师福尔斯难以遏制地露出了笑容。他直觉地认为自己将接触到一些隐秘的高层次的知识。正义奥黛丽则彻底放心，浅笑说道：在超凡世界里有这样一个定律，记住，是定律。相近途径内，
非凡特性总量守恒，不会减少，不会增加，只会从一样事物转移到另一样事物，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所以，非凡者死亡后，它的特性会析出，等同于魔药的主材料。只要知道对应的辅助材料，就能以此调配出该序列的魔药。无失控者遗留的除外，那有太多的隐患，只能做器物。非凡者死亡后，它的特性会析出，等同于魔药的主材料。这个瞬间，福尔斯脑海内就像有闪电划过，让他一下明白了很多事情。原来安丽萨太太给我的遗物是她自己的非凡特性。原来每个非凡者在别人眼里都等同于行走的材料，真是黑暗啊！福尔斯的双拳猛然紧握，只觉超凡世界从本质上就写满了疯狂。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服侍安丽萨太太遗留的非凡特性晋升而感觉恶心，这反倒让他有一种淡淡的温馨感。失去母亲后，认识修之前，安丽萨太太是对他最好的人。对福尔斯来说，能继承对方的遗物，让他始终与自身同在，不失为一种悲伤却温暖的体验。原来是这样，非凡特性守恒和不灭定律，也就是说，身为治安官的非凡者遗留的特性等同于那份魔药的全部主材料。福尔斯求证般的多问了一句。是的，奥黛丽也想到了修魔术师。福尔斯当即起身，对俯视着一切的那位神秘存在行礼道：愚者先生，能请您的卷者多保留一阵治安官对应的非凡者遗留特性吗？我想买下它，但我的钱暂时还不够，再给我1周的时间，好吗？可以。克莱恩摆出一副我根本不关心此事的态度。福尔斯松了口气，忙又问道：您的卷者希望以此得到多少金镑？序列8对应的非凡材料每件在300镑左右。克莱恩微笑道。600镑。报完数字，他立刻转移了话题，以此显示自己毫不在意序列8层次的非凡者遗留特性。他环顾一圈，具现出几张羊皮纸道：这是部分罗塞尔秘密符号的含义，算是免费的知识，以便你们更好的搜集日记，这包括数字部分和年月日部分。克莱恩之所以要教导塔罗会成员们这些知识，是怕他们之后再买到假货。仅从日期部分，就至少能排除掉绝大部分假冒产品。克莱恩在心里轻笑了一声。正义、奥黛丽等人异常惊喜，没想到最后还能有这样的收获。虽然他们已经发现羊皮纸上的秘密符号是最简单的那些，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第1次，就有第2次、第3次。几人又交流了一阵后，克莱恩语气平和地说道：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吧，遵从您的意愿。奥黛丽、阿尔杰等人同时起身，各自行礼。一道道深红光芒随之消散，灰雾之上的古老宫殿再次恢复了宁静，只余下克莱恩独自一人坐在属于愚者的那张高背椅上。第183章净光兄弟会。返回现实世界后，福尔斯坐到书桌前，出神的想了一阵亚伯拉罕家族相关的事情，对那几本神秘学笔记上提到的只言片语有了全新的理解。原来是这样，难怪安丽萨太太不愿意将她丈夫和她自己的死讯告知劳伦斯先生。这么想想，亚伯拉罕家族还真是可怜和悲哀啊。福尔斯自语了几句，从一堆普通杂书里翻出了那本灵界见闻，准备抄录第1和第2个章节。为此，他进行冥想，调整了呼吸，务求让自身处于最好的状态。否则，仅是抄录灵界见闻的内容，都会给他带来躁狂和混乱。这些单词明明没有灵性，可一旦组合起来描述那些荒诞不经的场景，就仿佛有了影响人情绪的能力。每抄录5分钟就休息5分钟，我可不想因此失控。福尔斯拿出小巧精致的怀表，将它摆在了书桌斜前方。白银城、伯格家。戴里克醒了过来，眼中是照亮了一切的闪电倒影。他环顾四周，没感觉自己有被监控，但倒吊人对之前事件准确的推理和沉稳自信的态度，让戴里克相信他的猜测肯定没有错，相信此时此刻必然有某位或某几位能力特殊的非凡者在暗中窥视自己。而且愚者先生没有否定。戴里克翻身起床，习惯性活动了下身体。这个过程中，他的脑海内迅速浮现出了倒吊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到现在为止，还没人找你，没把你关进地牢，这就说明你们的首席和其余6人议事团长老更倾向于观察，希望从2000多年来遇见的第一个活人阿蒙身上找到让整个白银城脱离一气之地的办法。所以，在你没做太出格事情的前提下，他们肯定不会贸然惊动你。
免得阿蒙发现异常。这样一来，他们的监控必然不会靠得太近，至少在你清醒时不会靠得太近。正因为如此，他们大概率没发现你已经咳出了那条食之虫。他们后续的反应也间接证明了这点，却无法弄清楚你祈求的对象是谁。换作是我，肯定会怀疑这和阿蒙有关。基于以上的理由，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完成请求赐予的仪式，事后全部推到阿蒙身上，当然必须装得足够谨慎，足够小心，并为一切结束后接受精神分析师等不同序列的非凡者检查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祈求愚者先生帮忙。根据倒吊人的建议，戴里克绕桌子走了2圈后，小心翼翼地关上了窗户，点燃了蜡烛，布置起请求赐予的仪式。灰雾之上，巍峨古老的宫殿内，克莱恩正闲着没事的目视支撑穹顶的石柱，觉得这根据自己意念而来的建筑颇像雅典神庙。这是因为我本身的潜意识，他思绪发散的想着。就在这时，太阳对应的深红星辰大放光明，迅速就荡开涟漪，凝聚出一扇虚幻神秘的大门，而整个灰雾之上，少许力量被撬动，如水流淌。听见那层层叠叠的祈求声，克莱恩低下脑袋，看向摆在面前的那只全黑之眼，希望小太阳不要把它弄丢了，否则世界先生只能跟着壮烈牺牲了。正因为有全黑之眼，不是密友大师的克莱恩才可以暗中操纵假人世界，让他表现的有血有肉。一旦失去这件物品，未免魔术穿帮，他只能让世界去死。感慨之中，克莱恩蔓延灵性，带动流淌的灰雾力量涌向那扇虚幻的大门，硬生生推开了一道缝隙，并稳固了传输的通道。紧接着，他将全黑之眼放进一个铁盒内，丢入了神秘大门的缝隙里，状似随口的说了一句：不要直接触碰里面的物品。做完这一切，他没过多停留，因为他知道小太阳没那么快找到行动的机会，因为他不知道魔术师小姐什么时候才能抄录完灵界见闻其中2个章节。灵性舒展，克莱恩的身影豁然消失在了灰雾之上。白银城，伯格家。戴里克刚看见祭台上多了一个铁黑色方盒，就听到了愚者先生熟悉的声音：不要直接触碰里面的物品，不要直接触碰。戴里克老实记下了这个提醒，决定不打一点折扣的执行。感谢完愚者和世界先生，结束掉请求赐予的仪式，他异常小心的打开铁盒，审视起里面的物品。那是一只没有瞳孔的全黑眼睛，仅是看到就让戴里克有了精神混乱、思维变慢的感觉。他的耳畔更是出现了隐隐约约的、不够真切的、似乎有点疯狂意味的呓语声。猛地打了个寒战，戴里克合上铁盒盖子，拿起纯银匕首，用制造灵性之墙的方式将铁盒彻底封闭，然后他将铁盒放入了衣物内侧的暗袋里，别上飓风之斧，出门而去，直奔训练场。那些探索小队队员还未解除变相的隔离，不过戴里克也没想着今天就行动，他谨遵倒吊人先生的教导，打算先观察具体情况，后耐心等待机会。当然，如果遇上了大好良机，也必须果断出手。进入训练场，戴里克绕着探索小队所在的区域转了一圈，看见他们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小声的交流着什么。可一旦发现有人注视，他们就会立刻停止，沉默的站在那里，时而走上几步，仿佛刚从黑暗深处爬出来的活尸。如果我现在就解除灵性之墙，让世界先生那件物品的感觉扩散往外，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同时扭头一起望向我。戴里克想象了一下在场所有人齐刷刷转头，冷漠无情看着自己的场景，竟莫名有了些难以言喻的恐惧。他吸了口气，告诉自己要耐心，要等待，不能慌乱。白银城圆塔顶部，属于首席的房间内，闭目养神状态的猎魔者克林伊利亚特猛地睁开眼睛，望向阴影深重的墙角。一道人影扭曲着从那里立了起来，轻微摇晃着，用金属摩擦过一样的嗓音道：首席阁下，戴里克伯格又举行了一次仪式，根据我的观察，那应该是请求赐予的仪式，和我们平时做的献祭仪式很像，但不同的是，他获得了回应，并被赐予了一个铁黑色的方盒。里面具体有什么，我无法看到，但给人很邪异、很危险的感觉。说到这里，那阴影急切的恳求道：首席阁下，这肯定是那个神秘人指使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啊，不能再放任不管，否则戴里克伯格迟早会召唤来邪神或类似的存在，
毁灭掉整个白银城。克林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他站了起来，缓缓踱步道：再等一阵。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无法弄清楚那个自称阿蒙的神秘人的目的，不明白他发现白银城后，却只派一个分身过来，在地下监牢耐心待了42年的目的。如果只是单纯的想毁灭我们，他不会有这些无法理解的举动。再等等，这也许藏着我们的希望，末日灾难来临时活下去的希望。他话音刚落，窗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整个漆黑的天空，照亮了阴暗的房间。接近傍晚，克莱恩才等到魔术师小姐的祈求，通过献祭仪式获得了灵界见闻的前2个章节。当他坐在属于愚者的位置，悠闲翻开抄录而成的笔记，一行行阅读时，愕然发现自己逐渐变得有点狂躁。这是什么情况？那些单词明明没有灵性，纸张更是普通，不可能是封印物，怎么会影响到我的精神状态？而且我正处于灰雾之上，连真神的影响都能隔断的灰雾之上。克莱恩皱起眉头，往后一靠，仔细回想起秘密之书里与类似现象有关的内容。没过多久，他大致明白了缘由。当具体描述某些存在时，哪怕只是纯文字性的内容，也会影响到阅读者的思绪和精神。其中最为可怕的是与真神相关的记载。一本详细讲解某位神灵的书籍，会让每一位阅读者都变得疯狂，或三观扭曲，非凡者直接失控是大概率事件。而灵界见闻这本笔记来源于亚伯拉罕家族的某位先祖，他记录了自身遨游灵界时遇到的种种奇闻异事。第1个章节里，他描述了灵界之中的光，认为那7道分别为不同颜色的纯净光芒蕴含着不同领域的无穷知识，旅行者无论在灵界哪个地方，都能看到它们覆盖于高处。而更加让人惊讶的是，这7道神奇的光芒是活的，它们就像徘徊于该处的各种灵体一样，是活的。在神秘学领域，许多秘奇仪式指向的目标其实就是那7道净光，通过与他们秘密的契合，获得一定的知识，所以不少神秘学专家称呼那7道净光为师傅或老师。对此，那7道净光似乎很高兴，还拉着不少灵界生物，成立了一个专门教导人知识的秘密组织——净光兄弟会。第2个章节里，那位亚伯拉罕家族的旅行者记录了自己遇上皇宫威尼坦的经历。第184章，末日预言。借助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克莱恩迅速恢复了良好的精神状态，继续阅读起灵界见闻的第2个章节。笔记的主人亚伯拉罕家族的旅行者声称自己漫游到灵界深处时，遇上了一位身穿柠檬黄长袍的老者。那老者的身体呈现半透明的状态，与周围的灵界生物异常相似，但态度却出人意料的和善。亚伯拉罕家族的那位旅行者和老者交流了一阵，意外得知对方竟然是覆盖灵界最高处的7道净光之一的皇宫威尼坦所化。威尼坦告诉亚伯拉罕家族的那位旅行者，自己的特质是理性与适应，是占星领域的象征。对应宝石则是祖母绿。他相当忧虑地提到了一则来自他本身的预言：注视从星空投来，大地将4分5裂，世间的一切都会不复存在。他认为这是200年内就会到来的最终末日，万灵万物都无法幸免。亚伯拉罕家族的那位旅行者对此没什么感觉，未曾多问，反倒请教起该怎么解除自身家族血脉诅咒的事情。皇光威尼坦告诉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诅咒，但和神秘学里的诅咒有截然不同的本质，解决的办法在未来，在一位得到隐秘存在帮助的学徒手中。他还告诫了亚伯拉罕家族的那位旅行者，说诅咒解除之日是亚伯拉罕们真正劫难来临的开端。至于是什么劫难，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认为这涉及了神灵层次的伟大存在。在灵界见闻第2个章节里，笔记的主人还提到了皇光威尼坦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净光兄弟会的主宰，那7道净光时常会进入现实世界，通过不同的方式化为人类，教导相应的知识。从第5纪以来，各个领域的导师级人物有不少是他们的化身，比如近千年来最伟大的占星家，确凿证明当前世界是星球的迪弗斯曼就是皇宫威尼坦的人类化身。笔记的主人据此提出了一个猜测，在不少领域都堪称导师的罗塞尔古斯塔夫也许就是哪道净光的化身。不，他不是。如果你真要这么想，那他大概是一道绿光吧。克莱恩抬手揉了揉额角，根据这一点，他判断笔记的主人不会是太古老的非凡者，而从对方没称呼罗塞尔为大帝来看，
这次灵界旅行应该发生在罗塞尔担任执政官，或者刚称帝还未得到广泛认同的那段时间内。当然，不排除亚伯拉罕家族的非凡者们拒绝承认图铎之外的皇帝。一位能遨游灵界的旅行者，这序列不低啊。而如果他是高序列强者，门先生早就被解救出来了，所谓的血脉诅咒早不复存在了。所以笔记的主人是序列5的非凡者，或者有神奇物品帮助的序列6。亚伯拉罕家族虽然衰败了，但也不弱。为什么黄光威尼坦的预言和魔女教派极光会宣称的某些东西极为类似？最终末日必将到来。从我刚才推算的时间点来看，距离末日只有20-30年了。克莱恩皱眉想到，罗塞尔成为执政官在1173年，如今是1349年11月，相距176年，而黄光威尼坦当时预言的是200年内，考虑到克莱恩推算的只是区间，距离末日24年到50年都有可能。罗塞尔称帝是1192年，被刺是1198年。虽然灵界见闻前2个章节并没有什么实用的知识，但却彻彻底底的开拓了他的眼界，让他知晓了灵界不少情况，知晓了7道净光和净光兄弟会的存在。原来之前晋升时、转化为灵体状态时、举行相应仪式时都能看见的那一道道位于极高处，蕴藏着无数知识的纯净光华是灵界的净光，而且他们还是活的，有自己的思想，真是奇妙啊！灵界见闻这2个章节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实用性的知识，至少让我知道了黄光的真名是威尼坦，知道了它对应的宝石是祖母绿，知道了许多细节性的东西，我可以据此设计出一些指向它的秘奇仪式。不过暂时也没什么用。克莱恩沉思片刻，合拢那本抄录的笔记，返回了现实世界。比起通灵黄光威尼坦，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克莱恩拿出信纸，提起钢笔，写了封给发明家雷帕德的信，询问脚踏车的专利审批到了哪个环节，为什么还没成功，是否需要这边找一位律师帮忙。随着魔术师守则的确立，魔药的彻底消化已不超过2个月，他必须尽快为晋升序列6无面人攒够相应的非凡材料费用。这里面太阳可能会因全黑之眼免费提供1件，但另外1件依然得克莱恩自己想办法。据他所知，序列6的对应非凡材料基本都在1500磅以上，往往还有价无市。除开2件主材料，辅助材料里还有千面狩猎者的血液、深海那家的头发，这2种异常稀少的富含灵性的事物，价格同样不美丽。真是赚钱困难，花钱容易啊！狼人非凡特性和审讯者非凡特性能卖出去就好了，一苏勒一便士都不能浪费。克莱恩弄好信封，贴上了邮票，他无需去数，都知道自己现在共有多少钱：624磅纸币加5枚1磅面额的金币，再加7苏勒钞票和一些铜便士。对了，还有魔术师小姐和修小姐将为治安官非凡特性支付的600金镑，希望他们能尽快凑够钱。克莱恩默默地祝福了那2位女士。你说你新加入的一个非凡者圈子里有治安官魔药的2件非凡材料，而且价格很公道，一共只要600磅。修睁大眼睛，噼里啪啦的反问道。他刚从东区回来，为了调查最近谁打听过卡瓶的事情。是的，那是一个非常有信誉的卖家，唯一的问题是考核非常严格，我短时间内没法带你加入那个圈子。福尔斯说着完全真实的话语。真好，修没去怀疑好友，激动的走了2步，突然他的表情垮塌了。可是我的钱不够。福尔斯嘴角抽动了一下道，你现在有多少金镑？算上这次委托的初期报酬30磅，一共310磅，还差一半。修抓了抓自己的金色短发，我想想我能去哪里借到300磅？银行不会给我这种赏金猎人贷款，那些高利贷商人要的利息又太多了。也许可以找奥黛丽小姐。他听好友提过最近买下了戏法大师魔药配方，花了足足450磅的事情，所以压根儿没想着向福尔斯借钱。为什么我们都这么贫穷？福尔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奥黛丽小姐最近很少出来，似乎在忙别的事情，向她借钱不一定及时。我们可以先找格莱林特子爵，如果来不及，我帮你垫付，我还有430磅，够了。修眨了眨眼睛，猛地低下头，嗓音沉闷的说道：福尔斯，你真好，等我晋升为治安官，我就能赚到更多的钱了。福尔斯笑着摇了摇头。所以今天你来收拾房间怎么样？白银城，戴里克离开训练场，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刚才已经询问过那些探索小队队员什么时候可以解除隔离，得到今天闪电平缓时这个答案。坐到古旧的木桌旁，戴里克再次推敲起预定的计划，并记起了倒吊人先生的一句提醒：如果没有合适的可以为你作证的观众，那你不妨利用监控你的非凡者。可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监控？倒吊人先生说的很笃定，但不够详细。戴里克犯起了不少疑惑，但又找不到确认的办法。他虽然很不好意思再祈求愚者先生请教他这个问题，但考虑到这关系着白银城的存亡，又鼓起了勇气。他嗓音压得很低的诵念起愚者的尊名，并简单描述了自己遇到的困难。过了一阵，他看见了坐在无边无际灰雾中央的愚者先生，听到了言简意赅的回应：触碰铁盒内的物品不超过3下心跳，提前做好准备，注意黑线的源头，这么简单。戴里克惊喜地感谢了愚者先生，他调整了下姿势，悄然将手伸入了衣服内侧的暗袋里。随着灵性之墙被解除，戴里克的手指顶开了铁盒，小心地往内探去。突然，他触碰到了一件冰冷的物品，眼前顿时浮现出一根根黑色的虚幻的细线。与此同时，他脑海嗡了一下，耳畔似有虚幻的嘶吼正疯狂灌入。戴里克的身体猛然抽搐，眼泪鼻涕同时因痛苦而流了下来。他险些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但幸运的是，他视线所及的地方正是虚幻黑线汇聚之处。那阴暗的角落里似乎有一道影子。戴里克当即收回了手，就像摸到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他顺势躺了下去，如被闪电劈中般一抽一抽，他的嘴巴根本合不拢，不断有唾液滴下。过了几十秒，戴里克才缓了过来，重新关好铁盒，用灵性之墙将它封闭。他站起身，喝了口冰凉的冷水，已然知道现在就有人在监控自己。过了不知道多久，戴里克忽然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谁？他略显茫然地问道。外面传来一道蕴含笑意的声音：我，达克，探索小队已经解除隔离了，你不是很想知道我们这次的经历吗？第185章，诱人的蘑菇。达克。戴里克脑海内一下浮现出了对方的形象，个头中等，身材微胖，以力量见长，是个乐观开朗、笑容灿烂的少年，与自己是通识教育的同学和巡逻小队的队友。但这次探索堕落造物主半毁灭的神庙归来后，他就变得深沉，对谁都只是微笑。一回忆起达克瑞金斯的变化，戴里克就不寒而栗，遍体皆生凉意。他怎么突然来找我？刚解除隔离，不是该回家吗？瞬息之后，戴里克心里泛起了诸多疑问。忽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洛维亚长老知道了我怀疑他们已经出现异变，所以派达克过来解决我。戴里克先是一惊，有着满腔的恐惧，旋即觉得这似乎好像大概也不是坏事。倒吊人先生说，如果没有合适的可以为你作证的观众，那你不妨利用监控你的非凡者。而现在，监控人就在那个角落里。达克如果突然袭击我，必将暴露出他们有问题的事实。这样一来，就算不使用世界先生那件物品，也能让事情顺利进行下去。呼，戴里克扭头望了眼窗外。此时此刻，闪电的频率已降至最低，1-2分钟才有一道划过天际，照亮半空。整个世界，整个白银城，大部分时候都处在深沉的黑暗里。如果只是一个人在家，戴里克不会翻找出蜡烛点燃，喜欢静静躺在床上，漫无边际的想着各种事情。当然，他知道这其实较为危险，如果没有光亮稍微驱散黑暗，哪怕在白银城内部，也可能突然出现怪物。不过戴里克本身是奇光人，自带一定的光明属性，倒是不用太害怕类似的事情发生。咚咚咚，达克又敲了3下门，似乎在催促主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很有礼貌。戴里克忽地有了强烈的悲哀情绪。他从木盒内拿出一根蜡烛，摆到了桌子中央，然后一搓手指，制造出了一朵金黄色的火焰。那火焰点燃了蜡烛，让房间内充满昏黄但温馨的光彩，并伴有丝丝刺鼻的香味。白银城的蜡烛主要由怪物身上提炼出来的油脂制成，因来源不同会有不同的味道。深吸了口气，戴里克带着强烈的戒备走到门边，打开了大门。你怎么这么慢？达克微笑问了一句。找蜡烛，戴里克回应道。他没敢把后背留给对方，采取了并肩而行的办法，与这位同学兼队友一起走回了桌子旁边，各自坐下。刚晾干的杜姆果，要来一些吗？
达克从腰间取下一个小布袋，微笑着问道：“杜母果是白银城极为稀少的灵石之一，来源于一种叫做杜母血藤的植物。这种生物不需要光照，靠吸取腐烂尸体的养分而生长，有一定的攻击倾向，属于较为常见的弱小怪物。每根杜母血藤都会结出许多拇指大小的黑色果实，可直接食用，脆而香，但它们无法填饱人类的肚子，无法提供必要的补充，只能作为日常的消遣。一次巡逻获得的功勋就可以兑换好几大袋。不用。戴里克谨慎的摇头。好吧，达克从小布袋里倒出了一堆黑色果实，拿起一颗，塞入嘴里，咬得啪嗒作响。戴里克想了想，主动询问道：“你们在那座神庙的地下部分有遇到怪物吗？”达克停下了咀嚼，笑着回答道：“有不少，但都不怎么厉害，很简单就被我们清除了。那里毁灭了很久。厉害的怪物应该早就离开了。”他顿了一秒，勾了嘴角道：“我们在神庙底部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植物，它们像是通识课里记载的蘑菇，长得特别鲜艳，让人一看就充满食欲。经过确认，它们可以直接食用，能带来灵性的提高和体魄的变强。如果搭配烤制的怪物，会散发难以想象的香味。”说话间，他从另一个小布袋内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蘑菇状事物，柄把洁白如玉，伞盖鲜红晶莹，并点缀着一个个暗金色的斑点。仅是看到这植物，戴里克就忍不住吞咽了口唾沫，似乎自己已经饿了好几天。那美丽的蘑菇状事物在昏黄烛光的照耀下，无时无刻不流转着诱人的色泽，分外勾动食欲，让人难以把持。给你一个，达克热情的笑道。好好。戴里克几乎当场上手，直接拿起那蘑菇状的植物塞入口中，但最终还是忍耐了下来，勉强张嘴道：“我明天试一试。”达克没有多说，将那蘑菇推到了戴里克的面前，自己则继续啪嗒咬食着杜母果。戴里克费了极大的力气，才让目光从蘑菇身上移开，艰难询问道：“这次探索有什么发现吗？”有。达克停止了吃零食的动作，拿着一枚黑色杜母果，非常严肃的回答道：“我们发现了许多壁画，连贯的壁画。你还记得神庙内的那座雕像吗？”戴里克瞄了眼蘑菇，点头道：“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面钉着个倒吊的赤裸男子，他的表面还刻意涂抹了不少血迹。”达克转动了下手里的杜母果道：“新发现的壁画告诉我们，神庙的修建者相信那座神像代表的是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他们认为主没有抛弃这片大地，而是在大灾变来临时帮我们背负起了绝大部分的罪孽，于是从正立变成了倒吊，从自由行走变成了钉在十字架上，并代替我们流血。神恩如海，我们不是被遗弃的人，反倒是被宠爱的眷者。没有主背负罪孽，代替我们流血，白银城早就毁灭了，人类早就不复存在了。可是在外界，在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所在的鲁恩王国，根本没有诅咒，没有极端的黑暗，没有黑暗深处的种种怪物。我们不是被眷顾的人。戴里克在心里默默反驳了一句：“如果那是真的，我们只要改变祭祀时的一些符号和相应的尊名，我们就能重新获得主的回应。”达克滔滔不绝地描述着神庙底部的壁画，说着自己的猜测，而戴里克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抗拒那蘑菇的诱惑了。不能吃，如果吃了，可能就会和达克他们一样，被堕落造物主彻底污染，成为狂热的信徒。即使有监控者，也不会发现问题。戴里克一阵惶恐，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摆脱当前的处境，赶走达克，并把蘑菇还给他。可是这就等于放弃机会了。机会？戴里克的目光下意识投向了静静燃烧的昏黄烛火。我去给你倒杯水。他在心里快速过了一遍与倒吊人先生讨论好的计划，沉稳地站了起来。达克一边点头，一边将手中那枚拇指大小的黑色杜母果丢入了口中，啪嗒之声清脆回荡。戴里克倒水之时，故意放慢动作，低下脑袋，诵念起了愚者先生的尊名，并于末尾道：“您忠实的仆人祈求您的注视，祈求您收下他的奉献，祈求您打开国度的大门。”房间内突然刮起了一阵烈风，自然的力量在皱纹的影响下产生了明显的波动。与此同时，刚拿起一枚黑色杜母果的达克猛地抬头，望向了侧对自己的戴里克。发生了什么事情？戴里克没有回答，一手按住飓风之斧，一手深入暗袋，解除了铁盒外层的灵性之墙。那隐隐约约的呓语和邪恶堕落的感觉开始模糊微弱的往外散发，
戴里克的视线异常戒备地投向了达克，只见这位同学兼队友的表情豁然变得阴沉，蓝色的眼眸内有丝丝鲜红在凸显，而他手中的杜母果奇怪地褪去了外表的黑沉，染上了略显苍白的肉色。那不是杜母果，那是一截指头，血淋淋的指头，人类的指头。摆在桌上的那堆杜母果是一节节人类的指头，鲜艳的蘑菇也变了一个样子，不再那么美丽，不再流转让人食欲旺盛的光泽，它是一层带着黑色短发的染血头皮。达克盯着戴里克，张开了嘴巴，嗓音阴冷而飘忽：你在做什么？贝克兰德，明斯克街15号。已经钻入被窝，置身温暖世界的克莱恩一听见疑似来自小太阳的气球声，就奋力起床，制造出灵性之墙，然后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坐到属于愚者的位置。他没急于审视小太阳的请求，而是让黑皇帝牌、裁剪的纸人等物整齐摆放到了面前的青铜长桌上。根据倒吊人的构想，太阳刺激那些探索小队队员异变的场景将处于献祭仪式里，这样一来，等事情收尾，就能相当简单的让世界界的那件物品消失在现场，死无对证，之后再将所有的问题推给阿蒙。而愚者先生克莱恩当时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小太阳简化仪式，只做关键步骤的请求。此时他等待着仪式前置部分完成，以便做出响应。